另外有一个我觉得很有用的指令是 df， 用来看看你现在系统中有多少的储存空间还在，它可以列出所有 mount 的东西以及它储存空间。在过去更多使用者的时候，我们也会用这个来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是被 mount 到一些奇怪的东西。那你一样可以用 h 这个参数来让它印出比较人性化的一些数字不然现在数字都很大了，有时候你甚至分不出来它到底是 G 还是10G， 那这样子就会更容易看得出来。如果你要看看个别目录它使用的大小，我们会用 DU， 比方说我想看到 SRC 里头东西使用的大小，我用 DU， 我用 DU-SH， H 当然还是把它改成人类看得懂的东西， SRC 就可以看到它总量，我可以直接看到 SRC 下面总量，而不要看到其他的东西。如果你想要看比较视觉化的话，有 NCDU 这个指令，它会全部的帮你扫描一遍，还算蛮快速的。你可以很快速的看看各个子目录下面它们占的空间有多大。当一个目录以我们这边 Linux 这个 default 的情况来看 ，WS default 的情况来看，一个空目录其实它就会占 4K 的空间，不会说因为这个目录下面没东西它就不占空间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各个档案或者目录它所占据的磁碟空间。当我们想要看到系统相关的其他资讯时，包含硬体的话，另外一个我们会看的是 uname， 你可以知道我现在正在什么系统下面。当然如果你只打 uname 的时候，它出现了 Linux 这个字，看起来帮助不是很大，因为我们早就知道它是 Linux。你可以用 uname 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资料，包含我这边是用到 WSL， 或者用到 WSL， 以及它相关的版本都可以看得到。如果是想要看记忆体还剩多少，有一个还不错的指令叫做 free-h， 可以看到我现在记忆体剩下有多少。跟硬体相关的指令有很多，其中一个是 lshw， 可以列出你这台机器上面相关的一些硬体。如果你只是想要看 USB 有哪一些东西，那你可以 ls-usb。 如果是想要看到你的机器有插哪一些在 PCI 界面上面的卡片，我可以用 LSPCI。 但是这个在一些除错上面当然有些用途了，然后有的时候还挺方便的。不过像类似的指令有很多套这些只是一些常用的还有很多很多。比方说你可能有看过 HWinfo， 我这台机器应该没有这个指令但是它也有 HWinfo， 所以我们这边只是列出一小部分让大家参考。关于网络资讯相关的部分呢，你可以看的其中一个东西叫做 IP。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告诉你有 IP-addr show， 然后也有 IPA 这些指令可以看。在早期我们想要看到你有什么网络上面的一些界面，我们会用 ifconfig 这个指令。不过现在的系统大多数都没有装 ifconfig， 你要自己再额外去装，它的很多功能都可以被 IP 取代掉了。只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也许碰到一个旧系统，你发现没有 IP 的时候，也许可以回过头来再试试看 ifconfig。我自己是花了还挺久的时间才习惯 ifconfig 已经被 IP 取代掉这件事情。另外一个可以用来检查跟网络相关资讯的是 netstate 这个指令。不过这个指令现在也都被取代掉了，你可以看到这些比较古老的工具都被包在这个 NetTools 下面。如果你是用 Ubuntu 的话它会包在 NetTools 下面，但是它是一些比较传统的工具。现在的话可能大家会用 SS 来看我们有哪一些 port 打开了正在连线。不过如果你是在使用 Windows 的话，你可能会使用 ipconfig， 这个东西就跟 ifconfig 很像。netstate 也应该都还在 Windows 下面，都是可以使用的东西。再来我们要介绍的一个指令是 fuser， 它可以帮你去检查某一个档案是正在被哪一些程式在使用，哪一些 process 在使用，或者是哪一个 某一个 port 正在被哪一些 process 占用。比方说你可能开一个 Jupyter Notebook， 它可能 default 是 port 是8888，但你会发现8888已经被别人占走了，所以他只好开一个8889。类似事情在很多的会在网络上开 port 的一些服务都会碰到。那常常你已经搞不清楚是哪一个程式正在占用这个 port。fuser 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情，它也包含内建可以 kill 的功能。也就是说呢，当你找到这个东西，它可以顺便帮你送出 kill 的一些讯号出去，来中断这些 process。那 fuser 的使用方式呢，我们一样去问一下这个 AI， 我们问一下 AI。
好，比方说最常见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来看说，我现在的 port 45437被谁使用了，你就用 fuser n 代表的是 namespace 啊，如果它是 TCP 的话，你就用 TCP 45437。你也可以直接很简单的 fuser 后面打就能够知道有哪一些 process 正在使用那个档案啊，所以当那个档案被 lock 住了，或者某些情况让你无法使用了，你可以马上找出是哪一个正在使用这个档案的程式。还有很多跟网络相关的一些小工具，比方说我可以用 Ping 来测试一下我跟 Google 之间的 Ping。这个工具主要2个用途，一个就是测试我们之间的反应时间，就是我跟这个网站之间的反应时间，另外一个就是测试这个网站是不是还活着。不过因为网络设定的关系，有一些网站其实它还是活着，有一些 server 其实它还是活着，但是它的 ping 会没有反应，这是会发生的。另外还有 tracepath 它有点像是 ping， 但是它可以追踪你跟另外一个网站中间的整个路径，我是怎么从我这边连到对方的网站的。比方说我这边可以看看我怎么连到 Google 的，刚开始的时候可以从我这台电脑连到我这边的一个 router， 然后它会再继续追下去，然后一直到 Google 那边。那比方说好了，你连一个网站你发现连不上了，你可以用这个来检查看看是在什么地方被中断的。另外一个很实用的工具叫做 NC， 它的名称叫做 Netcat。NC 的用法是你可以直接连到那个 port， 然后直接用输入的方式来跟那个网站沟通，也有点像是一个瑞士刀的感觉。比方说我现在连到 ai.nycu.edu.tw， 这是我们交大 AI 学院的网页，这边接一个 port 是80 NYCU。 好，我把它连过去了。因为它是一个 HTTP， 所以我这边可以 get 然后来抓东西。这边示范了就是我可以直接连到某一个 port， 然后直接看看那个 port 有什么反应。这是一个还蛮实用的工具，可以用来检查你到底能不能连到那个 port。 因为有的时候你那边 port 好像开了，可实际上是连不过去的。你这边至少可以检查我是不是可以连到那个 port。Netcat 也可以做一些 forwarding， 把一个网站的资讯转到另外一个网站上面。它可以做 forwarding， 然后也可以 listen 去监听某一个 port， 可以做这一类的事情。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工具叫做 Nmap， 它可以用来检查一个网域里头哪一些 port 是打开的，或者你自己这台机器有哪一些 port 是打开的。好，我这边也让 AI 来帮忙解释一下这个东西。可以看到它最基本的用法就是，比方说我可以去检查那个网域下面有哪一些机器它的 port 是打开了。好，我们就试试看。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找到了在这几个 port 它其实是打开的。以上就是我们简单介绍的一些工具。